同学大家好。那这个单元呢是要先讲自由恋爱，各位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自由恋爱是什么东西？好，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稀松平常都会讲到，譬如说大家很高兴的进入大学以后，大学必修3学分就是学业、社团跟恋爱。但是那什么是恋爱呢？我们问一下助教配业，什么叫恋爱？交男朋友吗？交男朋友吗？好，我们问一下导演庭旭，什么叫恋爱？这个大哉问，是个大哉问。不会回答。哦，不会回答。对啊，就好像大家都说人生就是需要恋爱，但是好像又无法回答。那譬如说再问下去说，那人为什么会是否需要恋爱呢？那其实呢，那个问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觉得恋爱很重要啊，是心灵滋养相当重要。可是想到为什么要恋爱，然后恋爱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哦。那这个同样这个恋爱这个概念，其实是日治时期的时候开始在台湾就是备受讨论。那在日本也是哦，日本他们是开始在进入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呢，开始也去想，它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恋爱。他们也去想说，原来日本好像没有恋爱这个概念，那就是它好像是西方来的一个文明的概念。那日本要怎么样去接受它，又怎么把这个概念呢，就是放到台湾去呢？我们就是接下来这个单元要讨论的。好，那我们都知道啊，恋爱其实它也是一门学问哈。那最早期，其实恋爱这两个问题在西方也不停的在讨论，它常常会跟神学啊、哲学啊的那个探讨有相关。那我们最常说的就是柏拉图式的恋爱，柏拉图式的爱情。那请问助教配业，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呢？不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的，就完全不会发生的吗？那请问导演庭旭，什么是柏拉图式的恋情呢？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哦，那就是大家都不晓得。那我回来那最早呢，在那个就是西方他们会讲柏拉图，他讲到恋爱，讲到 love 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也就是有天上的爱呀，还有地上的爱呀。那总之呢，天上的爱就是没有肉欲的爱。心灵的爱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一般讲到比如说我跟配业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心灵层面的就是像现在我们追韩剧也大概都是柏拉图式的这个恋情就跟着那个就是宋仲基啊或是什么所以早期有这样。那后来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又流行一个叫做骑士的罗曼史式的爱情就是 romance 那个罗曼史那为什么要讲罗曼死士呢就是说对当时这些骑士来讲，那个爱情甚至是会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这样子的恋情那后来呢，也有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的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也出现了纯爱的这个剧情那就恋爱。那也就是说，在当时呢，如果你讲到说因为当时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那如果你要恋爱的话，就可能会伴随着生命的危险就是你的那个恋爱是非常就是会跟你的性命攸期相关的那还有这个恋爱，在后来慢慢变成是说，就是这个恋爱，它甚至会帮助你净化心灵所以它在西洋的文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那这样子的恋爱，这样子的 love， 它有时候会跟宗教非常圣洁的观念有关，那有时候又会跟这个罗曼史相关的这些爱情。它后来在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就是脱亚入欧，想要全力现代化的时候呢，也接受到了 love 这个概念。那日本人就开始去讨论他们这个以前没有的这个观念好，那因为日本在江户时期，就是近世，他们有所谓的好色文学，也就是在日本呢，他们以前的婚姻就是媒妁之言嘛。那他们要就是所以他们也没有谈什么恋爱呀，但他们要寻求呢，就是心灵的调剂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寻花问柳寻花问柳，所以有那个他们的恋爱是跟这些艺妓呀或是什么之间才可能发生的跟家里的太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就是形容这些就是跟这些在寻花问柳的时候跟艺妓所发生的非常的惊天动地的这些恋爱的剧情他们就统称叫做好色文学。那日本人他们在明治时期的时候开始接受现代的这个 love 的这个观念。
他们就想说，哎，西方来的应该是比较文明的东西。那这个 love 呢，跟他们好色文学又不太一样哈，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变成很多论述上面，尤其是他们很多那个知识分子呢，在接受现代化观念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信奉了这个基督教。所以他们也这个 love 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或是比较神圣概念的这些 love， 所以他们慢慢的就会解释，他们就告诉就是当时呢，就是给予这个现代化这些日本大众说，日本以前的这些就是好色文学呀，这些恋爱都是野蛮的。好，那西洋的，我们现在要开始要接受西洋它非常高尚的这个恋爱论，也就是比较贴近柏拉图式的这个灵肉分离式的这个爱情。好，那在这个恋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潮、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一直去想说，那love 啊。要怎么样去把它翻成就是很适合的。那一开始呢，他们直接就把它用日文发音叫 love， 可能好像人家也不太知道，他们慢慢的就把它用汉字定下来，就用恋爱两个字恋爱两个字，然后定下来，那就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啊，还有知识分子开始去讨论。那尤其是到了日本的大正时期的时候呢，就是也出现了非常多的恋爱事件哈。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恋爱，其实它甚至是有点攸关性命的。那我们现在就举几个日本的这个文人笔下所写的，或者是他们实际发生的这些恋爱事件哈。譬如说呢，就是那个夏目漱石就是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他有写很多的这个作品里面都讲到说，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他就是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新潮的女性，或者是呢他爱上了有夫之妇等等，就是说这些恋爱呢，就造成了这个主角内心的各种冲击那甚至造成他们自杀身亡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情节发生那还有呢，日本有一个非常就是在恋爱论上面非常重要的文人叫做北村透谷，他是非常恋爱至上主义的，他甚至呢最后呢还为爱殉死为爱殉死。那这是就是不止变成是说，不止像夏目漱石啊，他们笔下里面写的这些甚至去自杀，而是实际上变成这些文人，他们也会发生就是自杀事件。日文里面叫心中事件那最有名的就是他们文化人之间有很多的三角恋爱啊，或者是他们叫掠夺爱。那还有就是夏目漱石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弟子叫做森田草平。那这个森田草平呢，跟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日本的发起日本女性运动的这个女性叫做品种雷鸟，他们两个都是好人家的子女那发生了这个就是大恋情，那两个就相约想说因为当时是不允许这样子自由恋爱结婚的嘛，就说那我们因为太爱彼此了，那我们就一起去自杀吧。那结果呢，到了要去自杀的地方以后，品种雷鸟这位可爱的女性呢，突然间觉得她不想要跟森田草平一起去死了，所以她就丢下了森田草平然后就是回到了东京所以森田草平大受震惊所以写了一本日本非常有名的作品叫《梅烟》讲这些事情。那还有一个就当时也非常重要，就是佐藤春夫跟谷崎润一郎。那佐藤春夫也爱上了谷崎润一郎的太太。所以当时很大的恋爱事件，那谷崎润一郎那时候是爱上了他太太的妹妹，那所以呢，那谷崎润一郎就跟佐藤春夫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太太让给你啦，所以他就细君让渡世界，就是他写了一张纸说我把我太太让给你，那佐藤春夫就好高兴回家等着要去迎接他心爱的这个女人，结果谷崎润一郎就把他的太太藏起来，因为他反悔了，他不想要让给佐藤春夫了，然后佐藤春夫就大受打击失恋了。那佐藤春夫他就因为大受打击失恋，所以不想活了。这个时候就有人邀请他到当时的殖民地台湾所以他到了殖民地台湾以后，其实是抱着一个因为我失恋了，所以我想死的心情，然后到了殖民地台湾，结果就留下了很多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些有关于描写殖民地台湾的一些作品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恋爱然后来到了台湾，然后跟殖民地有了一些关系，发生了这么多的恋爱事件呢，所以就更让许多日本的人认为说，那日本的这个就是这个。如果你是欲望的或是肉体式的这个爱情呢，它就是野蛮的
好，那我们其实那个今天要迈向文明，我们这个恋爱是必要的，但是它一定是要是精神上的。而且呢，这个恋爱一定要跟婚姻制度结合，然后变成在日本的解释里面变成这样子，也就是说，自由恋爱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好、更理想的婚姻。那这也跟当时就是那个日本政府他们急于想要建立现代国家体制非常相关哈，就是说，我们要那个就是让我们国家强盛，那一定要有强国必先保种嘛。那保种要怎么办呢？就是要有很好的婚姻哈，所以就是恋爱跟现代国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时就非常流行的一个叫艾伦凯，它里面就有讲到，就是说所谓的恋爱结婚就是要使个人的幸福有益于种族的改善，以改善社会。由恋爱得到的幸福呢，可以不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乃是社会全体的幸福。那恋爱价值不是个人的，而是就是它是贡献给社会。所以跟早期他们那些恋爱至上是因为恋爱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又变得不一样了哈，就变成是说，这个恋爱是跟国家密不可分的哦，还有甚至是跟种族密不可分的。那楚川白春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恋爱论者，他里面甚至有讲到说，恋爱就是要将妇人视为一个人，然后确认其个人的人格，同时达成灵肉合一的恋爱观。那艾伦凯呢跟楚川白春的这些恋爱观呢，不止在日本非常的盛行，他也传到了当时五四运动正盛的中国。那也同时当然也影响到了他们殖民地台湾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武士时期的恋爱观。那武士时期的恋爱观也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两个差不多，因为他们受到艾伦凯跟那个楚川白春的影响，所以也讲到说，中国民族不振作的原因有很多啊。那其中最大原因乃在于妇女地位之不能向上，也就是堕落。那为什么堕落呢？因为这些妇女从没有受过教育，因之毫没有理性，如畜类一般的这个妇女的肚子里生出的人类，怎么会理性呢？所以呢，为了不让女性像畜类一样呢，在今日的中国要提倡一夫一妻只是要想要维持这个一夫一妻制，就必须要提倡恋爱自由所以它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们因为要这样子，国家就是让妇女社会提升，然后就是所以那个要提倡一夫一妻，而这个一夫一妻就是要有恋爱自由。好，那胡适也讲过，中国什么时候情死，也就是殉情发达了，中国就强了，这样子的一个在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变成是说，在中国这个恋爱更跟那个国家的这个前途非常的相关那所以它已经不只是自由恋爱，而是自由恋爱，它的目标是要达到结婚，所以叫恋爱结婚。那同时它也成为妇女问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了。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中国呢，跟日本的这样子对于恋爱还有自由恋爱还有恋爱结婚的想法呢，自然也影响到了殖民地的台湾那下一个单元呢，我们就会介绍一下那殖民地台湾的人呢是怎么去接受这样子的恋爱潮流，又怎样的争论发生，还有在文学作品里面怎么去做，怎么去描述自由恋爱。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